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今年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运势啊，你们可以期待什么，可以实现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的这一张星币六啊，你们在秋天可能会得到一笔钱，可能是会卖掉一个很重要的资产换来的一笔钱，或者说有人会给你们一笔钱，你们的债务会被还清，或者说欠债的人会把本来属于你们的钱还给你们。所以说今年秋天的话，在财运上面是会有一个转变的，甚至是小爆发。圣杯侍从的话，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个类似于文件啊、文书啊很正式的邀请啊，它类似于是一个 offer 啊、录取通知书，等待着你们去确认。而这张权杖四呢，在悬崖上的一个城堡啊，一个阶段性的落脚点啊。秋天的话，你们可能会为一件事情做一个最后的冲刺和准备啊，你们已经来到了那个最后的关口上了。你们会在这之前让自己整个人放松下来，好好的休息和整顿自己啊。在秋天的尾巴上，你们会重新上路。而这张死亡牌呢，死亡它其实象征的是结束和收尾啊。你们可能会逼着自己离开一个环境，逼着自己离开一段关系。你们的内心可能会有一点痛苦，但是你们会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也许会删掉一个人啊，作为秋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会用冷漠和麻痹来伪装自己吧。我觉得在秋天你们可能会大哭一场，作为你们彻底结束一个人生篇章或者说告别某个人的仪式，哭过之后就能够彻底的了却心结，释放你们内心当中那种压抑的情绪啊。那么这张力量牌呢，你们在秋天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们会和一个很有力量的、很有权威的人啊，这种关系会很融洽。比如说你们的导师啊，或者说你们的这个领导，然后这种和谐的相处呢，会让你们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得到一个很强的推动力啊，这股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今年秋天你们整个人看起来也会很有力量感，这会来自于你们能够平衡好身体内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能量。就是说你们身体内可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能量，它是有很强的反差的，形成的空间距离越大，这种张力越强，你们整个人看起来就越有力量感，你们能够很好的驾驭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力量。我觉得对自己会有一种更强的掌控力啊。你们之前就是说会有情绪失控啊，一直徘徊在情绪失控的边缘。今年秋天会更加熟悉自己的身体啊，自己情绪还有熟悉自己情绪波动的节奏和周期，会让你们看起来整个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胸有成竹。会经历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啊，一直挣扎着想要脱离束缚，焦躁又疼痛啊。虽然说你们想要快点结束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那么的漫长和必要，无法假装也无法快速的穿越逃开。但是，一旦你们完成这种蜕变，你们就会像蝴蝶一样，身后的翅膀代表的是你们有能力去逃离一个束缚你们的地方，重获自由啊，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能量。这张圣杯八呢，你们可能会离开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秋天是你们破茧成蝶的最后一个阶段，可能你们会暂时的回到那个让你们感觉到安全的空间里，回到那个让你们感到信任的人的身边，爱自己，爱他们。爱会连接一切的能量，爱会释放一切的困惑啊，会给你们想要追寻的那个答案。当你们重新把自己整合起来的时候，你们不会满足于当下，而是说会再一次的出发。因为出发它永远是最有意义、最值得期待和憧憬的事情啊！你们通过不停的行走，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你们走过的路。好的人生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时的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终点。你们的人生没有终点啊，你们的终点永远在下一个前方。那么这张锁链呢，有一个背靠着背的人啊，在今年秋天你们会发现你们两个人从未分开啊，但是每一次好像又有彼此擦肩而过。秋天这种解脱束缚的力量可能会让你们看到这个就是
一直在你们的身边，但是又背靠着背的人。你们两个人之前在同一个空间里，只不过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会有一些契机让你们能够有机会转过身看到彼此的样子，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说，在今年秋天，你们可能会遇到自己的这个双生火焰，看到相似的灵魂，看到你们的合理性，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相遇会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啊，这会让我感觉你们的人生就会是一片森林一样啊。迷失的人迷失了，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这张圣杯六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会有守护灵在守护着你们啊。你们可能内心当中的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你们很害怕失去被抛弃，你们总是会猛然的意识到自己好像失去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就会变得很心痛啊。但是有一些能量其实一直都在你们的身边守护着你们，保佑着你们，这种能量它是一直都不会变的。所以说你们会发现啊，秋天一切都会在慢慢的好转，但是本质上好起来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自己让自己振作起来的。所以说这张圣杯六，我觉得在今年秋天会有一种很舒服的能量啊，你们的幸福感来自于你们不强求一些事情，你们的幸福感恰恰是来自于你们的佛系啊，去做一些让你们感觉到舒服的事情啊，可以是休闲的，就是给自己放一个假啊，毫无边际的空想，也可以是挥汗如雨的一次慢跑。它们起到的作用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你们过去经历的一些令你们感到痛苦的事情啊，那些人格伤疤，你们以为自己的这种缺陷啊，并非是你们全部的自我。你们过去受到的伤害，并不会成为你们永久的阴影，因为在这之外，你们的自我仍然有让你们感到舒服和满足的部分。所以说，在今年秋天，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出现，能够让你们再一次的绽放自己。所以说，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阶段，你们会把自己的根扎下去啊，把自己想象成是一棵树，一束花，所有的成功都是绽放的花啊。这个花开，它靠的不是花，而是它的根。如果没有根的话，它的花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有了根，所以说才能够年复一年的不断的绽放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人啊，他之所以开花啊，轻而易举啊，是因为他根大叶大，在这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向下扎根啊。所以说今年秋天你们不要着急着开花，沉下心来不断的扎根，让自己变得稳重啊，踏下的每一步路都踏实又稳重啊。而且呢，在秋天的话呢，你们也要防范一种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啊，因为你们的生活可能被很多事情冲散的七零八落啊，不断的被消耗，不断的被打扰，不断的被分神。而防止损耗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件完整的事，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前进啊，目标就变得清晰起来，不再迷茫。进入到秋季啊，进入到你们的这种心流当中，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找到你们的秩序和节奏。你们专注什么，生命就会为你们显化什么。秋天就是找到你们想要显化的那个目标和事情，然后全力以赴。你们要相信，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首先第一张牌就是审判啊。今年秋天可能会有一个能看得到的大的考验和挑战。就是说今年秋天其实你们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和内在动机的。而且呢，当你们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啊，会产生有方向性的行动。其实呢，这个目标完成多少，在这组牌里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能够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努力的。不让自己的精力消散或者说浪费掉。所以说今年秋天啊，秋季的话，它是非常充实的一个季节。目标本身并不重要，因为目标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也会不断的变化。重要的是你们经由目标集中注意力，投入一种实际可行、充满专注的行动力。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过程，会让你们感受持续而稳定的心流，就是当你们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所收获到的一种感受。看似人生路上各个不相关的目标，它会结合成一场无所不包的大挑战啊，使一个人一生当中做过的每一件事情整合起来看的时候，顿时就有了一种人生尺度的大方向。所以说
你们的每一个目标，它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它会给到你们未来人生的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轮廓。所以说，在今年秋天的时候，不要害怕那个考验和挑战。正是因为命运认为你们能够跨过那项挑战，所以说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抽到这张审判的话呢，一般来说你们的命格是很大的，你们是那种能成大事的人，但是在成大事之前，也必然会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你们的人生密度会是常人的好几倍，你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啊，但是未来的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过去走过的那些路都会变成滋养你们成长的养料。实际上每一步路都是必经之路啊。那么这张权杖4呢，你们在今年夏天啊，今年秋天的时候会收获到一个强有力的队友和一颗真心，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啊。前提是你们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你们要先把自己整合起来，找到自己的秩序和节奏之后，那个人才会出现。你们和这个人可能说在今年秋天的时候会达成某种契约啊，两个人私定终生的感觉。这张逆位的命运之轮呢，当它倒过来的时候啊，你们会感觉到今年秋天会有一种重返年轻、重返18岁的这种过去的时光啊，那些温暖的回忆涌上心头啊，它代表的是时光倒流啊，有点像是反方向的钟，就成熟的尽头，它一定是某种返璞归真啊，重新得到纯粹的快乐，重新回到简单的人和事上面。就是说你们的思维啊、容貌啊、心态啊，都会随着时光倒流变得年轻、有活力、有能量、有冲劲、有想法，会显化出一个很干净的区域和空间，让你们释放自己啊，并且你们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你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是因为你们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和最终这件事情发展的结果。这张逆位的宝剑9呢，代表的是你们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说会经历一个阶段，就是这个逆位的宝剑9，它其实是，就是你们的心智成熟，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宽容，而是它不是说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逆位的宝剑9代表的是你们在今年秋天会经历一个逐渐的把自己收敛。会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啊。你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然后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极简的人。所以说逆位的宝剑9就是你们会放弃很多东西啊，不会在那些没有回馈的人和事情上面再做期待和努力了。所以说逆位的宝剑9啊，做加法是一种本能啊，做减法它才是一种智慧。圣杯骑士啊，你们手中的圣杯其实是一种很佛系的感觉啊，这种佛系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坚毅。今年秋天会有一种很舒服的能量啊，时间可能一会儿会过得很快，一会儿又过得很慢。你们似乎拥有那种能够把控时间的能力啊，你们可以让时间停顿下来，也可以让时间快进，有一种一切尽在把握的感觉啊。因为圣杯它代表的是情绪的流动啊，所以说今年秋天你们可能能够更好的掌控你们自身的情绪变化，去应对一些突发的事情，然后按部就班的在你们既定的轨道上面如期的去完成一些事情啊。手上的圣杯其实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状态，你们拥有那种可以掌控自我的这种自由吧，内心有着笃定的安全感，浑身散发着一种总有能力去应对未来种种不确定的自信能量。而这个逆位的星币4呢，逆位的星币4就代表的是你们可能会稍稍的放松对于自己的那种控制吧，就是一定程度上你们会去尝试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极度的克制，因为极度的禁欲和克制会让你们的生活失去色彩。逆位的星币4呢，你们可能会去通过特定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欲望，比如说买一些想买的东西，或者说吃一些你们想吃的食物吧。通过释放的话，反而能够让你们恢复自己的这种意志力啊，因为意志力它是就像货币一样，它是会被消耗的，但是它也能够重新的回到你们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达到某种平衡啊，因为你们会明白，凡是可持续的，它必然是温和的，就是不要走极端啊。很多事情你们其实容易用力过猛。这个星币3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创造力，你们的审美标准会有一种提升。虽然说它是一个逆位的，代表的就是说
这种创造力可能被周围的环境暂时的压抑，但是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呢，你们会因为可能说这个外部环境会有一个变化吧，会让它就是让你们自身内在的这种创造力释放出来，可能会换一种穿衣的风格，或者说你们这种怎么说呢？你们的会更有自信啊，比如说你们的审美标准提高之后，你们拍出来的照片会更有那种氛围感吧，你们会知道怎么去展示自己更有魅力的一面，这会让你们自身呢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吧。所以说今年秋天的话呢，你们的这种审美标准、审美能力的提高，如果不做一些艺术创作的话，我感觉会很浪费。所以说这种创造力啊，在今年秋天会大量的涌现，尤其是抽到这组牌，你们的这个工作，可能会涉及到创造力，比如说创造出某种作品，或者说把自己分享出来，会有很多流畅的表达，还有想法，很强的分享欲啊。如果不说出来，就会憋着很难受。所以说要顺其自然啊，按照你们内心当中的想法去释放出来的话，会得到很多的东西，收获到很多。并且呢，会有一个权杖骑士啊，一个火象特质的人向你们，奔赴而来吧。他手上的权杖代表的是他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个人他的性格是那种很阳光、很热情的，会风风火火的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很不一样的生命能量啊，这是你们一直所渴望的。因为你们的身边其实总是萦绕着莫名的空虚感和痛苦，感觉自己是在浑浑噩噩的活着，但是内心特别想要炙热的过完这一生。这个人的出现会给你们带来这种不一样的能量，你们两个人很快会熟悉彼此啊，他会激活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特质啊，让你们就是好像让你们在这个人的身边换了一种性格一样。就是你们其实我感觉抽到这组牌的话，你们的风象星座的人会比较多，就是天秤、双子或者说水瓶啊，你们是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的，你们的状态是由陪伴在你们身边的人所决定的。如果说你们身边的人他们很活跃，你们也就跟着活跃，身边的人安静，你们也会变得安静。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Judgment 啊，就是说今年秋天你们会在思维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会摆脱那种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你们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们会发现你们所追求的那种幸福是别人口中的幸福，你们的思考是别人的思考，你们的观点也是别人的观点，就是你们一直是在以大众的那个标杆作为参照物的，但是你们走着走着会发现，那个标杆或者说标准其实并不适合你们。所以说你们会尝试着摆脱那种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去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人和你们竞争的，你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们自己。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就可以完全的摆脱焦虑啊。第二张牌呢是 Surrender 啊 ，Surrender 它代表的是臣服于宇宙的意志和安排啊。也许你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因为你们配不上，而是因为你们在未来值得更好的。所以说命运的剧本在后半个阶段啊，你们的人生才会越来越精彩。你们是慢热的，你们的性格是慢热的，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它也是慢热的，低开高走，先难后易。所以说 surrender 啊，学会臣服释放，不要逃避和抗拒，你自然而然会吸引到你想要的。它需要一些耐心和时间，试着给你们自己的人生留一些空余，留一些未知啊，不必知道所有的答案，也不必控制所有事情的发生，让你们的内心归零，念头归零，放手臣服，属于你们的成功和机会自然会到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么今年秋天的话呢，战车啊，你们应该是会有一个人生方向上的大选择。这张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了。想象一下，当你站在秋天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啊，在当下来看，可能相当的沉闷和平凡。你们还以为会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是当你们回过头来再看，你们在秋天，即将要做出的那个选择，度过的那个沉闷和平凡的一天，其实是你们命运的巨变。所以说，其实你们也不需要害怕或者说焦虑什么，来什么你们就接住什么。命运会做出最好的安排，而你们只要相信啊，那些你们一直好奇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
你们心里其实能够隐约的感觉到他们是明亮的。第二张牌呢，愚人牌啊，在这个秋天你们会有一个机会啊，让你们能够从一个混沌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愚人他是重获自由的感觉啊，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愚人给我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代表的是你们将会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也许现在你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啊，可能处于劣势，甚至斗志低迷。但是呢，在秋季的这个阶段呢，你们会有一个翻盘的机会啊。你们可能需要硬着头皮往前走，熬过这个低谷期啊。所以说，请再努力一下，为了你们想见的人、想实现的目标。因为往往是你们的最后一次尝试和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命运的大门。所以说，现在正是命运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要轻易的妥协和退而求其次。因为只要放弃一次，就会滋生出放弃的习惯啊。第三张牌呢，星币三啊，可能说秋季会有一个家庭会议啊，3个人聚在一起，好像在商量着什么。今年秋天想必会有一个大事发生，而且呢，不是由你们一个人决定的，至少会有你们可能会和2个人说关于你们的决定和对未来的一个想法，并且会获得身边最亲近人的认可和支持啊。你们在秋天会有很多表达自己意见和想法的机会，代表的是你们会赢得一些话语权，会有越来越强的存在感，在人群之中意味的是你们思维会进一步的成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很有可能会处在一个主导的位置上啊，甚至你们可能会帮别人做一个决定，就是你们身边的好友出于对你们的信任和依赖，可能会让你们帮他们去参谋一件事情啊，帮他们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其实你们在帮别人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啊，会对你们自己要走的那条路更有信心。第4张牌命运之轮啊，会有一些随机的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啊。当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时候，意味的是命运已经开始重新给你们洗牌和抽牌了。就是说你们自身的人生发展啊，它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这种运势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今年秋天你们会抽取到一些新的机会啊，认识到新的人，重新洗牌意味的是你们可能会有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可能说以前很多事情你们觉得走到了死角，但是在今年秋天会有一些东西死而复生，峰回路转。比如说恢复一段关系，重新找回一个人，重新捡起过去半途而废的一个技能，都有可能啊。圣杯骑士啊，会有一个水象特质的人向你们赶来啊，他们手上的圣杯就好像是在和你们表白一样。所以说，这个向你们奔来的这个人啊，会有一束光在今年秋天降临到你们身上啊。这个水象特质的圣杯其实是很年轻的感觉啊，很有活力，很真诚且浪漫。而且这个人他是有点梦幻的，可能他的工作或者说学习的专业呢是和艺术啊、表达、创造力有关。他们的身上可能会有那种很文艺的感觉啊，或者说有一些斯文和书生气。你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被他身上那种很温柔的特质所疗愈和打动啊。你们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一些力量和快乐，会通过被这个人所鼓励而得到一些信心和勇气啊。当你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总会有一些人莫名其妙的出现，给到你们莫大的勇气啊。这个水象特质的圣杯侍卫，他就是有着强烈同理心的一个人，内心足够强大，尤其是在你们内心情绪泛滥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的给到一些情绪价值啊，甚至他可能会为了你们做出一些改变啊，来迎合你们。其实你们非常希望能够被肯定、被支持、被无条件的偏爱。那么这张宝剑侍从呢，今年的秋天啊，会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开始吧，但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可能会改变你们的命运啊，因为在今年秋天，你们可能会还清过去的负债，重新开始啊。这张牌给我一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之前你们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你们失去了所有，但是你们没有自暴自弃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可能说你们会消失在人群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会选择重新站起来，重新整合自己，然后向这个世界大声宣告，你们又回来了，带着新的目标，还有你们新的理想和信仰啊。这一次的你们毫无疑问更强大了，
内心更坚定啊，会把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揉碎，变成你们的人生的注脚，你们的勋章，并且成长为你们的力量。所以说，当暴风雨结束后啊，你们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们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你们穿过了暴风雨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这张逆位的权杖七啊，今年秋天，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刻意的去摆脱一种很忙碌的状态。你们的人生在2022年啊，秋季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啊，刻意的停顿，因为你们会觉得你们的人生需要有留白、省略和停顿啊。那些停顿、留白的空间里啊，是时间的关节，是美、创造力滋生的空间，让你们得以思考并从中觉醒啊。就像没有休止符的音乐会把人吞没一样，如果说你们想要领略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想要领略人生的魅力，你们就需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音符的粘连的间隙间找到呼吸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每一拍每一秒都有那么微乎其微的空白啊，只有这些空白才能够让这种音乐或者说人生和你们始终相连。所以说停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啊，停下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享受当下的美好啊，刻意的停下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智慧，并且你们也会学着不那么在意周围人对你们的评价和看法啊。所以说这张逆位的权杖七也是摆脱周围人对你们的一些束缚吧，他们对你的看法啊，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语言会无形当中影响你们和束缚你们。因为你们会明白啊，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去思考啊，所以说他们的观点是很片面的，但是会影响到你们，因为你们就是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所影响，尤其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试图证明你们是错的，想要打压和否定你们，但是那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不是你们怎么认识自己的，而是你们不仅仅是你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的，还有就是你们是怎么评价自己的。你们需要有针对，或者说时时刻刻的去肯定自己啊。你们的这种肯定呢，或者说你们是自己的鼓励师和疗愈师，你们的这种自我肯定，它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啊，摆脱周围环境的束缚，还有屏蔽掉那些否定你们的声音。今年秋天，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成为自己。这张逆位的星星呢，其实在今年夏季或者说秋季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戒除掉一个坏习惯啊，比如说熬夜啦、暴饮暴食啊、下意识的逃避啊。逆位的星星它代表的是放弃幻想，放弃一个有一点不切实际的想法，转而选择一个更加脚踏实地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吧。所以说星星牌，我觉得它有趣的点在于，当你们放弃了什么的时候，前方反而会出现新的希望。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啊，第一张牌就是 Friday， 它是你们灵魂上要完成的课题啊。你们会为自己骄傲啊！今年秋天会完成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达到一个了不起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你们看来其实有一点不可思议、遥不可及，但是在今年秋天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收尾。你们甚至不敢相信啊，在今年秋天你们完成了一个多么大的飞跃和成长。第二张牌呢是 Peace，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今年秋天你们实现的这个目标这种自我超越之后呢，你们的内心反而会更加的平静，就是你们会跨过一道坎儿以后，你们会觉得就顿时内心就不焦虑了，你们会看淡眼前的这种得失啊、是非啊、荣辱啊，转向探寻自己内心更深处的那样的一种渴望和需求啊。你们会通过平静打开混沌的身体，让身体与力量融合，调节内在，清除杂念，感受当下的力量。把你们的大脑意识和呼吸连接啊，当你们的这种呼吸和身体自然的融入到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启一种内在的觉知。所以说这个 peace 啊，它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保持平静，在平静当中得到力量，让你们每一次的吸气呼气都能够觉察到身体的细微变化，从平静当中获得安宁和力量。我们会在收获到平静的过程当中，觉察到时间的流动啊，觉察到你们身体能量的流动啊，会收获到一种幸福啊，一种精神层面的富足。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